这个秋天，我们开启了一场长达14天的江南秋季游。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上海。这次的旅程是乘坐南方航空，从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上海浦东机场。我们会先飞到广州白云机场转机。我们抵达上海的时间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这个时间的地铁和宣纸府列车都已经停运。从浦东机场到主要的市区都需要大约1个小时的车程，从机场打车的话则是需要大约150到200人民币。在上海浦东机场还可以选择乘坐机场巴士到市区，这是一条专门为凌晨到达的旅客的巴士专线。建议提前到公众号查询哪一站的下车点跟你的酒店最靠近。巴士票可以现场购买或者是公众号上购买，这里一直会有巴士，最长的等待时间不超过半小时。我们是乘坐到延安中路华山路靠近静安寺的站点下车，接着再坐滴滴到酒店。我们在上海入住的是这间静安区的唯庭世纪酒店，房间空间稍小，但整体干净卫生。上海旅程的第一站，早上我们打车来到了新天地。首先我们来到了新天地时尚一期的小狗面包店，小狗面包店是上海很有人气的网红面包店。购买完面包后，再点个饮料到隔壁用餐。面包和蛋糕的味道都很不错。在新天地2期有一些潮流服饰品牌可以逛逛。接着走到新天地石库门街区，这里可以欣赏到石库门建筑风貌，许多游客也会来这里拍照打卡。这里还有许多特色商业酒吧和时尚潮牌。下一站来到了上海必来的南京路步行街。首先我们来到了 Toy 的上海全球旗舰店。这家 Toy 全球旗舰店足足有3层楼这么大，里面的产品也非常丰富，有各类的盲盒、毛绒玩具、扭蛋等。店里还特别设计了很多打卡区，非常适合游客来这里拍照留念。逛完 Toy 后就往外滩的方向走，接着走到了名创优品的全球1号店。这间名创优品的全球1号店，商品种类也比一般的店多很多。尤其是各种热门 IP 的联名周边，在这里几乎都找得到。接着又走到了泡泡玛特的全球旗舰店，这家店的设计非常有未来感。除了一般的盲盒，这里也展示很多巨型公仔。离开南京路后，我们走到了九江路。这里是个跟东方明珠合影的好地点。沿着九江路一直走到外滩都能与东方明珠合影。
一直走到尽头就是外滩观景台。接着我们沿着外滩一路走到金陵东路渡口，来乘坐这个只需2元就能乘坐的水上巴士。登船后我们就走上2楼的户外观景台。渡轮上也有室内的座位。下船后就打车到浦东美术馆，这里也是能近距离跟东方明珠合影的地方。来到浦东美术馆，主要是为了来到这个日落长廊，这里是广场对面外滩万国建筑的绝佳地点。秋冬季的时候，大概5、6点，天色就会慢慢变暗。许多游客都会在这里等待6点外滩万国建筑开灯的时刻。离开日落长廊后，我们就步行到附近的正佳广场，来到这个超有科技感的3号仓库吃晚餐。我们点了一份创意烟花双人套餐。茶味的，然后是草莓味的。吃饱后就散步到陆家嘴3件套，导航到金茂大厦的方向就能找到不同的拍照机位，一路上也能和东方明珠合影。上海的第2天，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武康路，先来到了这个网红武康大楼拍照打卡。拍完照后，我们就走到附近的蒋掌柜吃个早餐。点了份排骨年糕和鸡腿，味道都还不错。吃饱后就开始了在武康路的 Citywalk。武康路旁种满了梧桐树，在这里走起来特别有感觉。What if the world had more of your smile? What if the wind could spread your love? What if your sweetness could reach everyone? There'd be no wars. Maybe the birds will sing about your heart.
trees will whisper the word. Maybe the sun. 走到尽头就会来到安福路。我们来到了这家来自韩国的超火 EP1 的旗舰店。整栋楼一共有4层，被设计成一个 V 哥之家。下一站我们就打车来到吴江路步行街，先来到了这个上海网红打卡地 LV 巨轮路易号。这里不只是可以在外面拍照打卡，也可以预约到里面参观。这里总共划分了9个不同的主题展区。里面涵盖的品牌故事、经典的香包、最新的时装，还有香氛系列。参观非凡之旅后，就可以来到附近的星巴克臻选上海烘焙工坊。这里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星巴克，在这里可以亲眼看到咖啡豆从烘焙传输到打包的过程。这里不光只有咖啡，还有现烤的面包和主食可以填饱肚子。最惊喜的是，这里还能品尝到星巴克特调的鸡尾酒。开心果的抹茶拿铁，接着还来到了附近的吴江路步行街逛逛。下一站我们打车来到了上海邮政博物馆，本打算来到苏州河这里走走。可惜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下雨天。这里的扎浦路桥和外白渡桥都是可以和东方明珠合影的好机会。外面下着雨，我们就打车来到了白玉兰广场，来到这个看得见风景的人民咖啡馆。要来人民咖啡馆是需要打电话到咖啡厅索取密码，然后由机器人带你上楼。在人民咖啡馆可以观赏到整个陆家嘴和外滩的景色。本来已经买好傍晚上去白玉兰观景台的日落票，但看到这样雾蒙蒙的阴雨天，只好选择取消了。逛完白玉兰广场后，我们就来到了北外滩，来到梅那喝个咖啡，等待夜晚亮灯。这间梅那的地点非常好，人潮很多。咖啡店就正对着陆家嘴东方明珠。个人感觉北外滩的视角会比外滩来得更好看。在北外滩也看到了外滩万国建筑开灯的瞬间。离开北外滩后，我们就打车来到了豫园商城。豫园商城是上海著名的旅游地标，这里拥有全上海最壮观的明清仿古建筑群。今天的人潮比想象中来的少。我们先来到这个豫园市集吃个晚餐。这里还有2个互动式萤幕。接着来到附近天悦楼的寄创新露台餐厅吃个甜品。接着走到了九曲桥，这里的夜景才是最绝的。
最后走到了豫园老街，这条街也非常有氛围感。上海的最后一站，我们再次打车来到了外滩。离开上海前，再来看看这里的夜景。在上海的旅程就在此结束了。下一天我们将前往苏州，去感受真正的烟雨江南。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